我们一起来看这张图，这是柬埔寨的吴哥窟，传说是曾经天龙星人来到地球所建造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吴哥窟的秘密。大家听完故事，可以在主页粉丝群领取易经的课程和笔记，和我一起来学习传统文化。我们要说起吴哥窟可以说是现在地球上它不仅是最大，而且是最古老的庙宇，被封为是柬埔寨的国宝。现在我们来看，柬埔寨的国旗就是它的团。而这么古老的庙宇，它居然是19世纪才被发现的。19世纪，一个叫做穆奥的法国探险家，他来到柬埔寨的热带丛林中去捕捉昆虫。他绕过几个大树以后，偶然抬头一看，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座用石头堆砌的塔楼。他当时感觉非常的奇怪，在这种丛林的深处，竟然还能看到这么高的建筑没有被公开过。他继续的往前走，走到丛林的尽头，看到了一座座被蔓藤缠绕的宏伟建筑群，而这个建筑群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吴哥窟。而更令人感觉到惊奇的是呢，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群，它竟然建在一片沼泽地上。这种逆天的建筑工艺，穆奥被彻底的震惊了，赶快回去向当地的僧侣问这个建筑群它是怎么的由来。当地的僧侣呢，都说这个建筑群它是自己而长出来的。后来吴哥窟也吸引了很多旅行家和考古学家，他们都从世界各地纷纷前来。然而有一个现象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吃惊，就是你无论站在哪个角度，都会有发现含有笑的眼睛在注视着你。后来专家们也就开始研究这个建筑群的由来，但始终丝毫没有线索。最终有一个关于它的传说就展露在了大家的眼前。柬埔寨的吴哥窟号称世界上神秘的建筑，堪比始皇陵，至今也是无人敢挖，就连它的由来至今都是一个未解的谜团。传说吴哥窟的下面它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，有多大呢？像伦敦那么大，你不敢相信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座神秘的庙宇。大家听完故事可以在主页粉丝群领取易经的课程和笔记，和我一起参加学习传统文化。我们首先说吴哥窟，它占地162公顷，全部用石头建造的。它石头的总重量加在一起可以达到30多亿吨。它的建筑工艺和雕刻艺术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。如果你要是去吴哥窟，你一定会被它的浮雕所吸引。据说按照当时的建筑水平，专家们推测吴哥窟需要30多万人建筑30多年才可以建成。它的工作量可是埃及金字塔的4.5倍。而且这还不算神奇的，它的柱子和石柱上都雕刻有很多神话的奇人异兽，这就更加的困难了。比如还有一个浮雕是我们现在都不能解释的，而这个浮雕的图形呢，它是一只剑龙。我们都知道剑龙它是1.5亿年前恐龙的一个品种，它又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而这个剑龙的外圈还有一条龙或者是一个蛇的团，它指的又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更加令人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在每年春分的那一天站在吴哥窟的建筑群，只要你抬头看，就能看到太阳的升起的位置，正好是塔尖后方的孔洞里，而孔洞聚集的阳光下直射，顺着阳光直走，居然能达到一个神秘的地下室。这里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吧？后来澳大利亚有一个考古学家，他利用光学雷达进行了检测，发现这个建筑群的地下面积居然和现在的伦敦差不多。后来就有人推测，在吴哥窟的地下曾经拥有一个城市，而这个城市又隐藏着什么样的上古秘密呢？至今为止和秦始皇陵一样，都没有人敢下去挖掘。秦始皇在死之前发生了3件科学都难以解释的怪事，而这背后隐藏着诸多的谜团。秦始皇我们都知道，他是非常忠于研究长生不老的，或许就是因为他研究长生不老之事触动了上天，所以才接连发生了很怪异的事情。公元前210年是秦始皇的第5次巡游，同时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出巡。这次出巡长达9个月之久。根据文史记载，秦始皇的第5次出巡就是为了消灭灾祸的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怪事让他这么害怕呢？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。还是老规矩，听完故事可以来我的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，和我一起学习。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天象。因为在古代的帝王，他们都是很看重天象的，其中有2个备受关注，一个是5星连珠，寓意着美好；第二个呢是荧惑守心，寓意着不吉利。而秦始皇遇到的天象就是这个荧惑守心。这是一种什么天象呢？火星在古代叫做荧惑星，古人认为火星就是代表战争，代表死亡。守心这个心呢，是28星宿中的星宿，也就是如今我们说到的天蝎座。而天蝎座总共有3个星体组成，其中最亮的那一颗就代表95之尊，左右两边的星星呢，则代表太子和庶子。那么如果当火星它运行到了天蝎座的范围之内，并且停留其周围一段时间，这个现象就叫做荧惑守心。
在古代是大凶的征兆，对皇帝是非常不吉利的一种天象。上古时期有着一群神秘的人，他们胸口有一个洞贯穿前后，却能安然无恙的生活着。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看呢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《山海经》海外南经中就有一个国家叫做冠胸国，那里的人呢，胸前都有一个大洞，并且他们的风俗更加的奇特。地位崇高的人呢，不穿上衣，用竹子或者是用木棍子穿过胸口的大洞，然后让地位低微的人抬着他们走路。还是老规矩，想和我从基础开始学习易经的，看完视频在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的课程和笔记。为了探索冠胸国的真相，我们从一本古籍《晋人张华的博物志》中找到了线索。书中记载，冠胸国乃防风二臣，西与平天下，曾召集天下诸侯来会稽山开会。然后防风氏的头领迟迟未到，大禹非常的生气，命令属下斩杀了防风氏。后来洪水平息，大禹乘坐龙船出游，经过南方的时候，防风氏的后裔想为祖先报仇，准备杀掉路过的大禹，然后雷声大作，二龙驾车飞腾而去。防风氏的后裔知道自己已经败露了，便拿下刺刀刺向了自己的心脏。大禹看其忠诚可嘉，令人将不死草塞进二者胸前的洞中，使他们死而复生。但是他们的胸口的洞却没有完全的愈合，等到后来呢，他们的子孙便是冠胸国的子民。从而看出啊，这个神秘的上古民族最初的记载是在我们华夏的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里。冠胸国的出处就是防风氏的后裔。那么大禹所用的不死草到底是什么呢？在上古时期真的有这个东西吗？秦始皇一直寻找的不死草也是它吗？昆仑仙山百神所在，难道真的是在月球吗？我们要说起现实中的昆仑山，它位于我国的西藏、新疆、青海地区的交界处。而我们今天要聊的是《山海经》中的上古传说的昆仑山，是百神所居之地。传说中的昆仑山，它不仅是道教混元派的道场，而且还是传说中的仙山。但是后人在几千年来始终找不到它的具体位置。还是老规矩，听完故事啊，在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。据相传，昆仑山很有可能它就是在月球，因为商朝之前的月亮是离地球很近的，并且月亮公转的速度和地球自转的速度是同步的。月球上还有座高山能够延至地面，所以那时候人们称月亮为天庭。这座高山呢，也正是昆仑山。虽然这个假设也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但是我们从一本古籍中真的找到了蛛丝马迹。唐朝的《酉阳杂俎·天池》中有一段关于月球的内容，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：说有一个唐朝的人呢，他见到一个修理工，而这个修理工告诉他，月亮表面是崎岖不平的。他还指出月亮的明亮之处是因为太阳照射其中最为显象的结果。我们这里可以猜想一下，因为当时是没有先进的科学仪器的，他是怎么知道月亮表面是崎岖不平的呢？人类发明天文仪器是在17世纪，而这个修理工他又是怎么看到月球表面的呢？我们仔细思考这段内容啊，它与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月球的描述，似乎能发现远古的人类是登上过月球的。古人虽然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，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顺着昆仑山爬上月球的呢？就连《山海经》中记载各种神灵怪物，也有可能一部分都是月球上的生物。人类一直对月球上的种种谜团进行了探索，即使人类登月这个计划早就实现了，但是月球依旧是一个充满疑惑的星球。未来的人们会不会在月球上真的发现昆仑山的遗迹呢？